我告诉你，我自己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重点。所以说你不是世界企业500强。这绝对是张雪峰最为愤怒的一次。面对众多嘉宾的连连质疑，看得如何仅凭一己之力舌战群雄。在某档演讲类综艺节目中，张雪峰强调了考研对于普通人的重要性。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主持人李玉的质疑。你是真的相信考研能够改变很多人的人生，还是因为你做了考研的这个事儿之后，我是真的相信，不断的说服自己，觉得考研真的是很重要。我是真的相信，我是真的相信。这是什么？嘲讽？不屑？你难道不是为了卖课才故意说考研好吧？为了搞钱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很显然，这是在给张雪峰挖坑票。如果回答不好，轻则会沦为他人笑柄，重则会搞得自己身败名裂。鲁豫老师，我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，你到齐齐哈尔大学去看一看，什么样的企业到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？你再看看什么样的企业到清华北大招聘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，在世界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，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。他们说的都是假话，他们给这个学生多少钱1个月的工资，您去看一看。举例子摆事实，强而有力地表达了学历对于普通人的重要性，这也让在场中人认清了血淋淋的现实，成功让主持人鲁豫乖乖闭上了嘴。可偏偏有不怕死的，非要跳出来反驳。你老说这个考研生很重要，中国马云、马化腾，美国的乔布斯、扎克伯格，SpaceX 公司就特斯拉公司老总马斯克，他们的学历你知道吗？你看看这么多商业大佬，学历不都很一般吗？不照样成功吗？所以说成功不一定非要高学历，高学历也不一定就能成功。面对如此强而有力的事实，张雪峰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不妨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局座，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哈。马云呢，他当年高考其实考得很差，据说他数学考得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高。然后的话呢，他上了一个学校，也非221非985。但是局座，我想跟您说的是，这个事儿是在20年前。20年前的话，大专生也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。20年前那个时候，大学毕业还能包分配。言辞犀利，霸气回怼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现在时代的不同。在20年前，大专生找个工作是很轻松的，你再看看现在，本科生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，压根就没人要。俗话说时势造英雄，所以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时代所造就的。此番话也是完美的反驳了这位企业家的观点。我们不谈丑小鸭变黑天鹅的故事，我们只谈那些大多数的天鹅他们是怎么出来的。当你不是天鹅的时候，我是想办法让你变成一个天鹅，这就是我做的事情。有了高学历作为敲门砖，那么普通人自然更容易成功。难道这还不能说明考研的重要性吗？然而话音刚落，立马又有嘉宾跳出来反驳。反对，反对，没问题。人人都想成为天鹅吗？是，但成为天鹅的路只有考研一条。真是太可笑了，张雪峰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成功的途径就只有考研这一条路，可奈何嘉宾马丁却执意要偷换概念，并且对此展开了强烈的反驳。可没想到张雪峰仅用几句话就对着对方哑口无言，脸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我没有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考研，如果说你觉得你本科毕业以后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，考研是一条道路。当然你可以去考公务员，您可以去找工作，您可以去出国留学，考研只是一个选择。不得不让人佩服张雪峰的敏锐洞察与逻辑思维，他能够迅速捕捉到嘉宾言论中的不妥之处。然而这位嘉宾似乎要与张雪峰一杠到底，执意要跟他持相反意见。但我想告诉你，相对于考研来说，最重要的对于年轻人的晋升之路是工作，不是出国，不是考公务员，不是考研，是工作。就是在工作中不断受挫折，找到自己该有的方向，再决定是出国考公务员还是考研。伶牙俐齿，言辞犀利，对此张雪峰仅用4个字就霸气回怼：他没机会，他根本就没机会。张雪峰一句话就道尽了现实的残酷，但显然这样的理由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，于是他只好再次举例说明。一个齐齐哈尔大学的毕业生，他将来做什么工作？你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己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重点。所以说你不是世界企业500强。嘉宾原本打算以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，期望以此说服在场的其他人。然而张雪峰直接一句“你不是世界企业500强”，更是直戳对方肺管子。同时这也成就了张雪峰对人的经典名场面。真的不得不佩服张雪峰，仅仅凭借一张嘴便能成功抵挡众多人的质疑和攻击，确实是厉害。诸君，对此你们觉得呢？